有道理，是的，是的。大菜来了！哇，媳儿啊，你弄的呀？哎呀，我弄的呀。老爷，你尝尝怎么样？好啊，来，看着不错呀。来吧，来，大人，大人我敬您。来，来吧，吃吧。夫人啊，看样子啊，这个济南还是真得去一趟。去济南干什么？咱们这个叫通省办案，越境调查，不合朝廷规矩啊。以前呢还应着个抓捕安小海的名，现在李尔多不让了，他自己觉着危险了，他就不让你办了。好，听他的，我去趟济南，我把这个通省办案文书我给他拿回来。老爷，我跟你去。这傅国泰他再怎么说也是个国舅，我担心他会拿身份来压你。我去啊，他怎么都得给我面子。他就算是国舅，也是个外姓人。就是啊，大人，我就想不明白了，您的官儿比李尔多大多了，就去查个案，干嘛非要那文书啊？哎，孟南姑娘，这你就有所不知了。是这样，这官场办事啊，不比老百姓。虽然官职不同，但是临清州毕竟是李尔多的地盘，所以就算是刘大人，那些官场上的繁文缛节也避免不了。我说明白了吗？没明白。就是县官不如县管，明白了吗？这回明白了。大人，那您多辛苦啊！哎，为官这么些年都这样。李尔多这个狗官真是拿着鸡毛当令箭，这要放在京城，给他10个胆子，他也不敢这样。哎，夫人，你想想李尔多什么人呢？为官10数年，早就是官场的老油条了。哎，没事，在他的地方听他的话啊，不要紧的。你别以为这就完了，你真到济南，傅国泰还不一定给你呢。老爷，我跟你去，有我在，腰杆硬。是倒是，可是大人，我觉得格格说的对。现在傅国泰态度暧昧，想拒绝你，但我觉得总有办法。你说，如果格格在的话，我觉得他们肯定不敢不给咱们面子。哎，咱们可说清楚了啊！去济南不是去办案子，就是拿这通省办案文书，啊，而且不能都去。咱们都走了，别人会觉着他们撤了。不，我们没撤，就我一人去，去就回。老爷，那你得带着我去嘛。但是你气不气就是另外一回事了。我气，我肯定得气啊！七彩，你有什么想要的东西吗？我从济南给你带回来。行了，说正事呢。哎，秦朗呢？啊，他给安小海送饭去了。贺侍卫和秦大哥现在轮着班看着那安小海呢，就怕出什么事儿。好，子枫啊，我走之后看守安小海，你多费点心，一定给我看住。嗨，刘大人，这你就放心吧，一个安小海我还看不住啊，手拿把掐。好，那就好。这个安小海到现在还是一言不发呀？啊？自始至终什么都没说，嘴严着呢。不着急，记住了，将心比心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一定会开口说话。记住了，大人。老爷，那我呢？夫人一定是留守，统筹全局。夫人记住了，我走之后出任何事情，不要有任何举动，啊，一切问题等我回来解决。老爷放心。哎，媳儿啊，快吃快吃，吃完还得收拾行李呢，快吃。好的，老爷，好。来。哎。什么？你确定吗？刘墉已经出了罗家镇，去往济南方向。可安小海呢？关帝庙确实发现一些打斗，有人看见安小海被人接走，可能是刘墉的人。但是我们一直没有找到安小海的下落，可能是被刘墉藏起来了。藏哪儿了？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我会派人去查的。那个打斗是怎么回事啊？
有人想要杀安小海灭口，但不知道是什么人。杀人灭口。刚买的那个挺好看的哈。是啊，夫人，好漂亮。等会儿咱们再去买点菜，我想想还买什么。哎，你看，那风筝挺好看的。你看看啊，太热乎了，真漂亮。这儿还有个大金鱼的。快！转面吧，啊！林清州知府李耳朵拜见郡主，下官给郡主这请安。大街上就免了吧。看啊！多谢郡主恩典。李大人，什么事儿啊？下官听闻郡主大驾光临，理应前来给郡主请安。没什么事儿。那我们就先回去了。郡主留步。我也是刚刚听说，郡主您还大驾金身，客居在普通民房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我已吩咐下人收拾好了驿馆，请郡主移驾驿馆。不必了，我那儿住的挺好的。那下官只能遵命，但下官还有一份礼物，万望郡主您一定晓纳。知道郡主一直研究医术，这是我山东境内流传甚广的金药经，依照此法能够调理身体，修身养性。宫里太医无数，我要是身体不舒服，自然有太医去调理。这书啊，你还是收回去吧。对，那是自然。可这古法秘方流传几百年，非常灵验呢。而且这不仅是卑职，也是我林清州黎民的一份心意，万望郡主您能晓纳。七彩，收下吧。多谢郡主。我也有些乏了，就先回去了。李大人，你也请回吧。啊，郡主请。不必了。恭送郡主。什么东西啊？七彩，快点儿！来了，夫人，来了。都给我烧了。夫人，您别生气，这李耳朵真够坏的，长得一副慈眉善目的，看不出来怎么坏。知人知面不知心啊！他们这帮人都是副丑恶的嘴脸，真讨厌。那您还要他的书？我就是拿回来看看这什么东西啊！哦，他送这书什么意思啊？让我们好好养生，让我们老爷别多管闲事儿了。我们要是养生的话，来山东干嘛呀？就是，您说他想从咱们这儿试探出什么来呀？他是想知道老爷是不是去了济南啊？那咱们会不会有危险呀？他没那狗胆儿。也是，再说了，还有贺氏人。子枫呢？不知道啊，我这一天都没看见他人了。夫人，您知道他去哪？行了，赶紧把这脏东西给我拿出去烧了。好，我这就去。您别生气了。你们干嘛要把我带到这里来？为了救你。我不信。你爱信不信？要不是我们把你带到这儿来啊，早被人关牢里了。我家大人说了，只有那账本能保你父子平安。我不知道什么账本。你当然不知道了，可是我知道。反正账本在谁手里，谁就有性命危险。爹，账本在安四海手里，确定吗？反正安小海就是这么说的。他爹得知他在东昌犯了事儿，就把账本从他手里给拿走了。老爷费了这么大的劲儿，好不容易才抓到了安小海，可是账本却在另外一个地方。这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吗？夫人别担心，老爷本事那么大，等他回来咱们再去一趟不就得了吗？哎，你不明白，老爷说了，咱们来林清州啊，已经引起了各方面的注意，
现在盯着这个安小海，还有他爹安四海的，肯定不止咱们一双眼睛。现在账本在安四海手里，肯定不安全。那咱们就去找安四海，把账本要回来。我们去要，他就会给啊？哎，别怕，这不有我呢吗？哥哥，我觉得我直接过去，把账本给他拿回来得了。不给他敢不给？我有100种办法让他交出来。你先别冲动，我想想。这么关键的问题，咱们还是等老爷回来再决定吧。夫人，要不我先去安府看看，打探一下消息。如果有什么风吹草动的话，咱们再做决定。啊，对对对，你说的对，那就先去探探，千万不要打草惊蛇。哦，你一个人去肯定不行，子枫跟你一起去吧，这样2个人盯着，有什么消息，一个人盯着，一个人回来报信儿。哥哥，你想的真是太周到了，我也是这么打算的。你说呢，莫南姑娘？哎，停！老爷到了。慢点，慢点。老爷，你这一路上没睡呀？你找的这个路颠颠蹬蹬的，我睡得着吗？我。你不是说找最近的路吗？这能走山路了，我能怎么办呢？我恨不得都是草上飞啊，把你背着把你送过来。就你这个分量，你飞得起来吗？你，俺也就是善意的愿望表达。你那个愿望都实现不了啊！哎，喜儿，你让老爷省省心吧。去上驿站把马换了，回头还得赶夜路呢。马累我不累啊。马又不说废话，马比你强。行了，都别说了，拿东西，咱们见大官去。好嘞。傅大人，这是卑职啊，在林清州发现的一点线索，经确认，确实是朝廷发放的赈灾粮。赈灾粮？嗯。刘大人的意思是？啊，就是卑职在林清州的四海粮行的库房里我找着的，而且这批粮食已经被运走了。林清州居然敢贩卖赈灾粮？嗯。那个知州李耳朵干什么吃的呀？怎么能劳烦您来亲自向我汇报呢？哦，对了，刘大人不是在东昌府吗？怎么又跑到林清州了呢？哦，是这样，傅大人，我呢在东昌府查一宗纵火案，纵火案的疑犯叫安小海，这个人藏在林清州。等我追到林清州之后，碰巧发现了这么一线索。那看来此案能够牵出来，还托刘大人的福啊！哎，哪里？不知刘大人除了这3厘米之外，还有什么其他线索或是证据啊？当然，查得了一些线索，但是半路啊被人劫走了，要不然摆在您桌上的绝不止这点东西。我还是要感谢刘大人。如果有几个做官的都像刘大人这样，即使从左都御史被贬为知府，仍然毫无怨言，尽职尽责，那才真正是朝廷之福，大清之福。哎呦，哪里，傅大人，这啥小人了？这都是分内之事，不敢谬赞，不敢谬赞。刘大人，此案该如何办理呢？哎呀，傅大人，那您说怎么办啊？我现在是东昌府的一知府啊，我哪能上人林清州查案子去？再说此案确系是涉及赈灾，而且跟朝廷彻查的贪腐案有关系。我这个，是吧？您这，哎，有道理。
刘大人身为东昌府知府，前去临清州办案，确实不合规矩。我也不行啊。不瞒您说，最近沿海一带倭寇闹得太凶，我正准备前往办理，实在是脱不开身。是。要不这样，我给你办理一道通省办案的文书，此事全权就由你来办理。哟，府台大人，这事就这么定。我认为，那个李耳朵脱不开干系。府台大人，卑职一定彻查。刘大人，此事事关重大，还请刘大人将此案一查到底。多谢府台大人信任。刘大人，哎呦，得嘞，有这个呀，我这儿就方便多了。刘大人，您好不容易来趟济南，风尘仆仆，要不我摆一桌酒席替你接风啊？哎呦，多谢府大人，您是公务缠身，我这案子追得紧，也是忙不开。这样，咱们改一天。不过傅大人的心意，卑职心领了。既然你心系案件，我就不留你了。这个案子就拜托刘大人了。傅大人放心，告辞。请。出来吧。傅大人，这刘墉来干什么呀？找我来要通省办案的文书。您给他了？不给能平民愤吗？金捕头，大人，你觉着府台大人对林清州这案子怎么看呢？啊？挺好的呀，挺上心的。不说实话啊？不是，我说的都是实话。您看那个通省办案文书，不是说给就给了吗？我是说他这个态度啊。我没看出有什么毛病啊。你看啊，金捕头，一个知州要真是贪赃枉法的话，这在京城算不了什么，可是，在你们这儿这算惊天大案呢！啊，一个巡抚大人把这么大个事儿这么痛快交给我，你不觉着怪吗？不是，要是您都觉得怪，那确实有点儿。因为您来之前啊，我们这儿没这事儿。我知道。行吧。不管怎么说，东西咱们是拿到手了，下边走一步，瞧一步。走。景儿啊，快点，就等你了。马上了，老爷。来，大人。刘墉已经到了济南。拿到了通省办案文书，很快就能回到临清州了。这个刘墉啊，真是要往死里逼咱们呢。我看他就是想把这审案的权利夺过去。哎，还不是因为你的失误，让他查到了赈灾粮的线索。现在呢，又依靠着证据办了通省办案文书。你赶快想想办法吧。那这么看来啊，我估计这安四海啊，很可能是故意把赈灾粮的线索泄露给刘墉的。这个安四海，怎么给他那么多好处？他竟然为他的儿子出卖我们。哎，账本一定就在他的手上。
上边的已经下命令了，一定要断了刘墉查案的线索。你是说杀死他们父子？他们死了，刘墉就没有任何人证可以查了。可是怎么能查到账本的下落？我们呢，现在就期望着账本在安四海手里。他把账本呢藏的是越深越好，就让他把账本的秘密啊带到阎王爷那儿去吧。袁大人，让开！你们！袁捕头，请坐。来看茶。哎，坐下！干什么？袁捕头，袁捕头，做什么什么事？哎，袁捕头，袁捕头，给我松！来，四海兄，哎呀，这次是我对不起你啊！来，四海兄，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，我儿子惹的祸，我是爹，替他受罪，我应该的。我就问你一件事，那账本到底烧毁了没有？那还重要吗？重要。如果账本真的被烧毁了，那我还有机会挽回；但如果账本没被烧毁，还剩了点儿，那这可是你把我和你往死路上推的。李大人，我太了解您了。事已至此，咱就把话挑明了说。就算这账本我没销毁，你会放过我吗？没办法呀，咱们是一条道上的，规矩你还能不清楚吗？要怪，就怪你自己对儿子没有管教好，惹了那么多麻烦。哼，认命吧，谁让你被刘墉盯上了？那刘墉盯的是我吗？刘墉盯的是你，还有你背后那些人。咱们不是一起的吗？我算个屁呀！我就一商人，我跟你们在一起，我就是挡箭牌，我是替死鬼，不是吗？出了事儿，总得有个替死的呀。冷静，冷静。哎，四海兄啊，咱们交往这么多年，啊，我是怎么被这一步一步逼到今天的？别人不清楚，你不清楚吗？当年可是你把我拖下水的。你忘了你告诉我，人不为己，天诛地灭，对吗？小海，他怎么样啊？那你就更应该放心了。他在刘墉那儿，你能不放心？
走好，可别怪我呀。咱们来晚了一步。怎么样了？唉，去晚了。我们去的时候，安四海家已经被搜过了，而且他人也已经不见了。安四海不见了？对啊，怎么办啊？怎么办呀，夫人？怎么都问我？哎呀，老爷在的时候不觉得，他一走啊，才知道他有多不容易。夫人别着急。是啊，夫人，你先别着急，咱们大家先冷静下来，好好想一想，总会有办法的。哎，梦楠姑娘，你跟着老爷查案子，你现在有什么想法呀？这依我看，在临荆州里敢搜安四海家的，那就只有官府啊。他现在肯定已经被抓走了。哎呀，这有什么难的？临荆州大牢，我再去一趟，把人救出来不就得了吗？稍等片刻啊！哎，不行，你现在还不确定安四海是不是被李耳朵抓走了，贸然闯进去，多危险啊！哎，除了李耳朵，谁还会打安四海的主意啊？再说了，就我这身手，临荆州大牢还不是想出出想进进？等着啊！哎，不行，你想想，就算他是李耳朵抓走了，那他肯定被严加看管着呢，哪儿那么容易啊？贺大人，那大牢是什么地方呀？哪是想进进想出出，出不来了怎么办？就是，担心我了。没事儿，一个州府的大牢能有多大戒备？你想，无非就是几个牢头狱卒，不足为惧。你呀，就放宽心，在家等我平安归来。哥哥，我走了。哎，不，站住！我觉得还是梦楠姑娘说的有道理。子枫啊，我知道你着急，我也一样。可老爷临走的时候说过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一切都等他回来了再做决定。所以啊，咱们还是等等吧。哥哥，你就是个……别说了，没有我的允许，谁都不许擅自行动，尤其是你。行，听哥哥的，我不去了。夫人，您先别着急了，咱们等大人回来吧。你慢点吃，别噎着了。你们不是答应送我跟我爹离开临清州吗？出了点意外。什么意外啊？你别问了。过2天，我安排你离开。是不是我爹出什么事儿了？也没什么大事儿。刘大人会处理好的，我们有计划。我爹到底怎么了？实话告诉你吧，你爹被李耳朵抓了，在大牢里。我爹被抓了，这到底怎么回事？你慌什么？告诉你了，别担心。真到迫不得已的时候，我进去大牢提人，把你爹救出来，手拿把掐的事儿。你以为大牢是你家开的呀？说进就进，我不管。我爹要是出了什么意外，我跟你们没完。你爹又不是我们抓的。再说了，我们也正在想办法呀。你干嘛去？我去救我爹。现在外面的人都在找你，你出去不是自投罗网了吗？跟你有关系吗？你把自己说的这么厉害，为什么不帮我？我也想帮，可不是要等刘大人回来吗？等刘大人回来，我爹可能都已经没命了，到时候你们都得后悔。哎，好，我答应你，我去救你爹。但是安小海，你也要答应我，就在这儿待着，哪儿都不能去，啊？好。
你坐下吃饭，我进城。哎，醒醒，别睡了。大胆狂徒，竟敢公然闯入大牢，杀害朝廷要犯！ 袁长春，你跟我玩这个，不免太卑鄙了吧？卑鄙！喂，回来！我见李尔多，回来！贺侍卫，贺侍卫，孟南姑娘，一大清早的就找贺大哥呀？贺大哥不是贺侍卫，他昨天晚上走了之后就没再回来呀？啊？他是不是找安小海去了？应该不会啊，他往常都会很早回来的。看不出来啊，你真挺关心他的呀。 哎呀，说什么呢？我是看大人不在，总怕家里出点什么事儿。大清早的，你们俩聊什么呢？夫人，孟南姑娘说贺大哥不见了，子枫不见了。对，他昨天晚上走了以后就没再回来。放心吧，就凭他那一身功夫啊，肯定没事的。夫人，要不然咱们还是去找找他吧。去哪儿找啊？临清州里。 你是担心他会去救安四海？很有可能。不会的，子枫他听我的话，我说不让他去，他肯定不会去的。夫人，咱们还是去找找贺大哥吧。对啊，不怕一万就怕万一。行，那咱们就去趟临清州，刚好也当逛逛了。七彩，哎，你给子枫写张字条，万一他回来看不到咱们，也不会担心。嗯，我这就去。 停！吁！下次再来啊！咱走啊！老爷到了，老爷慢点。大人，您看看这。真行啊！秦捕头，哎，这跟你头一回来看见的不一样吧？一个天上，一个地下。您要是早来啊，他们早不这样。他们为什么这样啊？演给您看的呀。您什么时候来，他们什么时候放粮。而且演的还不怎么好。老爷，你看，夫人。 哎，刘大人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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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，瞧一瞧，看一看。夫人，你怎么进城来了？老爷，您怎么才回来呀？夫人，这这么些人，怎么了？喜儿，哎，我这么挽着老爷，你们是不是觉得
特别不合适啊。特别合适，挺合适的呀。就，行了，不是子枫呢？老爷，你不知道，他已经1晚上没回来了，我们正急着找他呢。哦，行，咱们先回去再说啊。老爷，通审文书拿到了吗？拿到了。太好了，那咱们就可以名正言顺的在林清州查案了。是。老爷，你说子枫不会真出什么事儿吧？要说呀，子枫不应该有什么问题。可是对方要是下黑手的话，也难说。那咱们得派人去找啊。大人，安小海不见了。他不见了？那你看到子枫了吗？没有，我到的时候一个人也没有。现场有打斗的痕迹吗？没有，大人。这安四海失踪了，安小海又不见了，那到底怎么办呀？别急。金捕头，辛苦你一趟，再去一趟林清州。哎，一定要找到安小海。如果他不跟你回来，你就跟他说安四海在我这儿，他会听你的。明白。去吧。老爷，这事儿都怪我。你看你一走，生出了这么多事儿来。哪儿的话，夫人，不怪你，我低估李耳朵了。喂，我爹呢？我爹呢？刘大人已经安排出城了。我和刘大人说好了，要是见不到我爹，别想拿到账本。我告诉你，安小海，你现在没有资格跟我谈条件。我现在是个捕头，我要不是捕头，你连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。你看看全城的灾民，被你们祸害成什么样了？你们真行啊！拿他们的赈灾粮去发国难财，你们睡得着觉吗？我爹也是被李耳朵他们逼的呀。要不是因为我们良心过不去，也不可能走到今天这步。要不是刘大人的关系，我真应该把你交给那些灾民。行，那我自己想办法。现在全城的捕快都在通缉你，你想什么办法？我告诉你，现在想活命，跟紧了我。大内事务，杀人犯，等事情调查清楚，我一定会把你们的脑袋一个一个的拧下来。没机会喽！怎么回事啊？又出什么事了？大家都听好了，这个人就是杀人凶手贺子枫。他把安四海给杀了。如果有人看到他的话，就立刻到衙门报告。李大人，赏银20两。20两，都听清楚了没有？安四海被杀了，大家一定要找到凶手。这个人啊，都看清楚了。看清楚了呀！你放开我！你放开我！你跑什么呀？就是你们害死的我爹！我们是保护你们的，怎么会害你们呢？那谁是贺子枫？贺子枫是保护你爹的人。那你还说你们没有害死我爹？贺子枫是受刘大人之命保护你爹的。再说他跟你爹没有仇，他害你爹干嘛？我告诉你，一定是李耳朵从中作梗。
你现在说什么我都不相信！放开我！你给我回来！你跑不了！账本给你。马上！来，来一个，来，喝，来，放了我！我要见刘大人。少给我废话！不老实交代，谁也见不了。我说了，我是被陷害的，人不是我杀的。进来的人都这么说。你要是不交代，我让你吃棍子。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不管你们奉谁的命，现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，我不相信你们敢不分青红皂白，私自给我动刑，没有王法了。哟，王法？